宫女们条件并不差，为何在出宫后很难嫁出去？在我国清朝的时候，建立起了宫女的退休制度。最开始规定是30岁出宫，到了雍正时期，把年龄提前到了25岁。宫女是宫中最底层的配角，干着最累的活，遭着非人的罪，随时还可能陷入宫斗之中，香消玉殒。若是好不容易顺利熬到了25岁出宫的年纪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解放了呢？其实出宫对于宫女来说才是噩梦的开始，因为古代人婚配的都比较早，像现在25岁的年龄还算年轻，但是在古代25岁还没有结婚，那就是妥妥的大龄剩女了。超大龄剩女，因为那个时候10几岁的女孩子可能都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，所以宫女25岁才出宫，那么她以后的人生选择就非常少了。大多数的宫女出宫之后都会孤独终老，因为她们找不到任何归宿，根本没人愿意娶她们。首先年龄就超标了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25岁放在古代的封建社会，就相当于现在的40、50岁的中年妇女。想想看，家境稍好的人家，怎么可能会娶这样一个半老徐娘呢？第二就是宫女进宫的时候，大部分都被净身了。之前咱们讲过，男人进宫需要净身，其实很多宫女进宫也需要净身的。宫女净身之后，就意味着一辈子再也生不出孩子了。试问在古代的封建社会，谁愿意去娶这样一个年纪又大又不会生孩子的女人呢？第三个原因就是她们的健康状况。在古代的宫中，宫女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，她们日夜操劳，一刻都不敢懈怠，不但身体过度劳累，而且在精神上也是饱受折磨。所以很多宫女都患有一种叫做血瘀的病，这种病在古代很难治愈，那谁家会愿意娶一个年纪又大生不了孩子还有病的女人呢？第四个原因呢，就是宫女们的性格和心态了。宫女在进宫之后，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奢华生活。在宫中的时候虽然非常累，可是接触的都是大世面，一般家庭的男子他们瞧不上，可是富贵家庭的男子又不会娶她们。这时候的宫女就是高不成低不就，地主老财不想要她，而她又看不上种地的，再加上宫女自己也会攒点钱，也见过世面，干脆不找了，一个人过。其实古代的宫女就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。试问有哪个女孩不想找个好人家，找一个心疼自己的男人呢？但是对于宫女来说很困难呢。总之吧，宫女到了年纪比较大的时候，被赶出宫去，往往她们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。有一些宫女的后半生是相当的凄惨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